你或许还记得，美国总统川普意外当选，英国脱离欧盟公投过关，伊丽莎白女王辞世，甚至新冠疫情爆发，这些震撼全球的大事，都曾在帕克的预言清单中提前出现过。如今，这位神秘的灵媒再次引发热议，因为他的最新一轮预言再次升级，矛头直指台湾海峡，直指中国与台湾的未来关系，称这将是决定全球走向的关键。帕克是如何看见未来的？他自称拥有特殊的灵视能力，可以透过冥想或梦境窥探未来片段。他时常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和媒体访谈中分享对未来局势的观感。有些人半信半疑，但当他一一命中现实事件时，连原本的怀疑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他的预言。今年，他再次抛出惊人的论点，台湾与中国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世界的方向。这样的大胆断言究竟源自何处？帕克究竟看见了怎样的未来画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解析帕克的预言，以及现实中正在酝酿的风暴。2025年底，帕克公开了一系列关于2026年的预测，引发各界关注。他预言中东将出现惊人的事件，甚至点名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可能在3月遭遇致命打击。起初这听来匪夷所思，然而事情很快发展得令人瞠目结舌。未到2026年3月，伊朗局势真的剧烈震荡了。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起精准打击，紧接着愤怒的伊朗向波斯湾周边多国发射飞弹与无人机报复，中东的战火瞬间被点燃。惊心动魄的消息在短短数日内接连传来。3月1日，伊朗官方证实最高领袖阿里哈米尼遇袭身亡，一时间全球哗然。这不正应验了帕克的预警吗？帕克几个月前看见的场景居然如此贴近现实，让他的预言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这起伊朗事件仿佛是未来剧本的序幕。帕克曾形容2026年3月是全球局势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中东火药库将被引爆，甚至可能牵动各大强权的角力。如今随着伊朗领袖被斩首的消息坐实，帕克更笃定地表示，他的预言正在一一上演，而接下来更大的风暴将转向亚洲。如果说伊朗局势的骤变是帕克预言的第一张骨牌，那么他暗示的下一张骨牌就是我们熟悉却又忧心的地方——台湾海峡。帕克把目光投向了远东，将2026年定位为台海的关键年份。他甚至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战争的彩排。什么意思？他认为在2026年，中国与台湾之间，以及背后的美中、日中之间，可能上演一起极其惊险的准冲突，就像一场大型战争开打前的总彩排。虽未全面开战，却惊心动魄，一步之差就可踏入战争深渊。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帕克发出这项警告后不久，现实中就出现了相呼应的事件。2025年12月初，帕克才刚警示台海将有惊险危机，结果短短2天后，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就在台湾附近海域对日本自卫队的飞机2次开启火控雷达锁定。要知道，军舰雷达锁定别国军机意味着随时可能开火击落，这种挑衅动作极其危险，一步不慎就会擦枪走火。这起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日本战机险些被中国航母瞄准击落，如果飞行员一紧张开火还击，台海上空恐怕当场就燃起战火。所幸最终没有导弹飞出，但全世界都从中嗅到一股浓重的火药味。台海危机的前奏似乎已经响起，帕克的支持者将此视为他的预言再次命中现实的例证。他提到，雷达锁定式的彩排，旋即就真的发生了雷达锁定事件。无论巧合与否，这事件宣告着台海局势在急剧升温。在帕克看来，台湾这座只有2300万人口的岛屿，正悄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长期以来，台海两岸关系紧张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但帕克警告，2026年将是台海情势的临界点，区域紧张将前所未有的高涨，各方摩拳擦掌，像极了一场大战前的总动员。为何偏偏在2026年，台海会成为全球焦点？帕克给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内部环境正在恶化，以致北京可能铤而走险，把对内困局转嫁到对外行动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帕克特别提到的几个征兆包括房地产市场的低迷、高失业率引发的社会焦虑、
以及金融体系隐藏的风险。当经济压力加剧，执政当局往往会寻找出口。帕克暗示，北京领导人可能会在台湾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姿态，试图以民族主义激情转移民众视线，减轻对内经济困境的不满。我们回顾一下近年的现实，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接连暴雷，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攀升到官方都停止公布数据的地步，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导致公务员降薪、研发工资的新闻频传，这些都验证了帕克所说的内部裂缝。民众的不满情绪潜滋暗长，从2022年底各地爆发的白纸抗议可见一斑。一场严厉防疫政策引发的反弹就足以让当局感受到统治危机。如果经济再度下滑，年轻世代看不到未来，此种不满只会更强烈。帕克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局可能将矛头对外，选择对台湾强势施压，甚至制造冲突，以凝聚国内民心，转嫁矛盾。历史上不少领导人在内忧外患时动用对外战争牌，从阿根廷军政府打福克兰战争，到俄罗斯在国内经济低迷时出兵乌克兰，例子不少。现在中国经济遇冷，台湾问题无疑提供了一个现成且敏感的突破口。帕克的预警正是基于此种逻辑，当内在压力够大时，外部冒险的风险就大增。2026年的中国是否会走上这条路，种种迹象令人忧心忡忡。如果台海爆发危机，各大国将如何站队？帕克的预言勾勒出一幅紧张的四方对峙图景。美国、日本倾向于挺身保卫台湾，而中国则获得俄罗斯的默契或支持。这意味着，一旦台海有事，将不再是单纯的两岸冲突，而很可能升级为世界强权的直接对抗。帕克指出，一旦台海上空枪响，美国几乎可以确定会公开站在台湾一边。毕竟对美国而言，台湾不仅有民主价值伙伴的意义，更攸关战略和经济利益。例如，台湾掌握着全球先进晶片的命脉。实际上，美国近年已显著增加对台支持，除了高阶官员互访，美台军事交流增加，美国国会更连番通过对台军援法案，把台湾视为类似北约盟友般予以武装协助。可以想见，若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不太可能袖手旁观。与此同时，帕克认为俄罗斯将倾向声援中国。莫斯科和北京近年来走得愈发接近，双方在军事上频繁联合演习，在外交场合互相撑腰。对普京而言，支持中国也许有双重考量：一来报答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对俄的支援，二来牵制美国和西方的力量，使其无暇专注俄罗斯。帕克甚至使用延伸战场来形容台海冲突，意指那将成为美俄在乌克兰之外的另一条对垒战线。试想，美、中、俄、日这四个角色全部卷入，同一时间站在台湾海域周围剑拔弩张，这格局几乎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缩影雏形了。值得注意的是，帕克特别提到四国大战，这四国想必指的就是中国、俄罗斯 vs 美国、日本。当然，台湾本身也是当事方，但在国际大国的版图中，台湾可能被视作美国阵营的一部分。他预见美日台组成一个紧密的三位一体阵线，日本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其军舰与战机更频繁地与美军、台军协同演训，在台海和南海展示强硬姿态。美国则加强在第一岛链的军力部署，台湾自身也提高戒备，整军精武。一旦冲突爆发，这三方会形成合力抗衡中国，而俄罗斯则可能提供中国后勤支援、武器技术，甚至战略撑腰。虽未必直接出兵，但足以壮大北京的声势。四强对峙的局面将使台湾问题上升为全球性危机，全世界的目光都将紧盯着台海的一举一动。假如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台海的一次碰撞将不再只是区域新闻，而会像多米诺骨牌般引发全球震荡。帕克预言，台湾恐将出现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冲突，其规模与冲击之大，甚至足以撼动现有的全球秩序。他强调，这场冲突的严重程度可能让我们回头看俄乌战争时，觉得俄乌冲突反而像一场局部的、次要的纷争。换句话说，台海一旦开打，其影响将远超乌克兰战场。让我们试着勾画这样的场景：某年某月，一枚飞弹或一颗误判的炮弹在台湾海峡炸响，
局势在几个小时内急速恶化，中国宣布对台实施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导弹直指台北港口和空军基地，台湾奋起自卫，全岛进入战备状态。美国航母战斗群紧急北上驰援，日本自卫队也在琉球群岛严阵以待，而俄罗斯在联合国替中国挡下谴责决议，背地里加速向中国提供军备补给，全球市场闻讯巨震，亚太股市暴跌，石油价格飙涨，避险资金涌入黄金，世界仿佛一夜回到冷战对峙，甚至更危急，因为这次的导火索就在高度现代化、人口稠密的东亚心脏地带，一步错即是世界大战。各国领袖进退维谷，美国总统面临国会和盟友压力，不介入将丧失霸权威信，介入则恐引核战风险。日本首相要保卫邻近的冲绳和钓鱼台，也要担心本土在冲突中遭报复。欧洲国家则一边谴责中国，一边焦虑若亚洲开战，俄罗斯会否趁机在欧洲再起事端，全球进入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这幅图景不是耸人听闻，帕克的预言正是把台海危机描述成世界大战的彩排，所有潜在的对立阵营都现身了，所有最先进的杀伤武器都蓄势待发，只差临门一脚就跨过毁灭的门槛。然而，就在我们为这可能的剧本屏息之际，帕克抛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强调，台海冲突的最终结果并非朝最悲观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尽管战云密布，但帕克看到的结局并不是台湾被摧毁或世界坠入永夜。相反地，他暗示黑暗中孕育着另一种结局，一个将深深改变中国自身乃至全球权力版图的结局。按照帕克的预见，在那场震撼世界的台海冲突中，台湾最终没有被中国并吞，反而是中国自身陷入更剧烈的内部震荡。这是个意味深长的逆转，原本挑起冲突的一方最终自食苦果。帕克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国接下来将面临的局面：冰川裂解。一开始只是出现细微的裂纹，看似无伤大体，但随着时间推进，冰层下的张力终于引发整个冰川崩解，庞大的结构土崩瓦解。让我们把隐喻拆解开来，冰川代表中国当前的政治权力结构，多年来看似稳固如山，但帕克说2026年将是冰川开始裂开的时刻。这场台海冲击波将震碎中国体制表面的平静，让原本隐藏的裂缝快速扩大，可能是各地区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是权力核心内部出现分歧挑战，亦或是民间对政权的不满彻底爆发。总之，帕克认为这次冲突后，中国的政治结构将出现深层变动，甚至可能导致政权更替，也就是现行体制的终结。这听来石破天惊，但帕克在预言中给出了具体的想象。他看到权力核心受到挑战，也许意味着中国高层出现逼宫或权斗，北京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地方势力和各省开始出现各自为政的趋势。几年前可能无法想象的场景，例如某些省份公然违抗中央指令，各地区发生要求自治或改革，在剧烈的内乱中都可能变成现实。甚至，他暗示中国可能朝着区域化治理发展，最终转型为一种松散的联邦体系，类似欧盟那样，各地区有高度自治，边界趋于开放，而民主制度将逐渐取代威权统治，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听起来仿佛是一夜梦回民国初年，或者说像是对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三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呼应。中国将迎来以民权民生为本的新格局。当然，冰川崩解不会在一夕之间完成。帕克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转折的起点。如果他的预言成真，接下来数年内我们可能会见证一系列令人啧舌的中国内部事件，例如高层领导人健康问题曝光，提前下台。帕克就提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将难以再隐瞒，预计在2027年前退出权力舞台，重大事故成为不祥之兆。他提到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基础建设灾难，像高速铁路出轨、巨桥坍塌，甚至不排除三峡大坝出现结构事故。这些都可能被民间解读为天灭中共的兆头，经济崩塌激化民怨，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债券违约，公务体系发不出薪水等等，使老百姓发现口袋空空，更加愤怒。所有这些裂缝最终汇聚成一条巨大的断层，
令统治集团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铁板一块。在这惊涛骇浪中，台湾的命运如何呢？帕克释出的信息相当正面，台湾将挺过这场危机，没有被武力征服或摧毁。相反地，台湾的民主韧性和国际支持将让他屹立不倒，甚至可能因祸得福，在中国内乱后迎来一个更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一旦中国走向内部转型，他对外扩张的企图势必收敛，台湾长期承受的武核压力将大幅减轻。帕克的这一结局预言，无疑让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看到一丝希望。最坏的结果并非不可改变，黑暗中也许真的潜伏着转机。更有意思的是，帕克并不将目光仅限于中国本身，他预言中国的冰川式瓦解将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与中共政权关系密切的其他红色政权可能也会接连变天，全球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牌，仿佛历史的钟摆将猛烈甩动，长期掌权的独裁者们在这几年内将一个接一个的谢幕。我们已经看到第一张骨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在2026年春天骤然离世，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动荡，神权体制摇摇欲坠。接下来还有哪些政权可能步入黄昏？帕克的言外之意令人浮想联翩，他曾在不同场合提及北韩半岛可能迎来统一契机，暗示北韩的集权统治终将无以为继，南北韩有机会结束分裂。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局巨变，失去了背后撑腰的平壤会否崩塌？一旦金氏王朝垮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将彻底重塑，那将是另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再看拉丁美洲，帕克曾预言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将倒台。事实上，就在2025年11月，他点名马杜罗很可能在暗杀或暴力政变中下台。随后短短几日，委内瑞拉局势果然大幅震荡，美国加大对马杜罗的制裁和施压，美军舰队出现在加勒比海，马杜罗政府陷入执政以来最危急的存亡关头。尽管最终马杜罗苟延残喘，但帕克的预言为何如此精准的踩点，实在令人啧啧称奇。如果马杜罗终究垮台，那将印证帕克对红色小兄弟政权变天的预测又一桩。还有些国家，虽然帕克未必明言，但暗潮汹涌，例如古巴这个冷战遗绪的共党国家，是否也会在全球民主浪潮中迎来转型？再如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缅甸军政府，会否发生内部崩裂？甚至俄罗斯本身，帕克在其他预言中曾暗示，普京的日子也未必长久，可能出现政变或权力更替。倘若北京的老大哥地位不保，莫斯科也许更难独撑门面。种种迹象汇合起来，一副独裁者谢幕、世界版图重组的画面正在浮现。帕克进一步指出，中共常年经营的一张覆盖全球的影响力大网，也会在这个阶段被陆续撕开。他预见各国将揭露出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黑幕，包括中共对外进行的巨额贿赂案件、无孔不入的间谍渗透行动，以及暗中资助某些国家内部的舆论和文化运动，例如所谓的觉醒文化，以削弱西方社会凝聚力等等。这张隐秘的网络一旦曝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将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可以说，全世界会忽然发现，中共过去几十年在全球下了一盘大棋，从政界到学术界，从商业到媒体，都布满了棋子。而当这些棋子被一一揪出，清理那代表着中共苦心经营的海外势力将土崩瓦解，各国对其戒心暴增，国际权力平衡也将因此重新校准。权威的崩解不仅发生在东方集权国家，帕克甚至提及，在西方民主社会内部也有一场揭秘风暴正在酝酿。他暗示一些深藏的黑暗秘密将大白于天下，比如轰动一时的爱普斯坦性丑闻名单可能出现，核弹级的曝光牵连许多西方政商界要人，私下所谓深层政府的遮羞布。此类事件将动摇西方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带来政治版图的更新换代。这或许意味着，不只是威权国家，就连民主国家的隐秘权力结构也将被动荡岁月搅动，从而诞生新的领导力量和施政理念。总而言之，帕克刻画了这样一幅图景：以台海危机为导火索，东方巨人的倒下引发连锁反应，各处专制堡垒相继崩塌。同一时间，西方世界内部也经历自我清洗与革新，旧有的世界秩序在崩解，
新时代在混乱中诞生，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我们面前的这几年。听起来近乎神话般剧烈，但帕克相信人类正站在大破大立的门槛前。帕克提醒世人，即便在军事对抗之外，还有另一条战线同样风高浪急，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博弈。2026年，除了枪炮声，我们可能更常听见键盘和代码的敲击声。帕克特别发布了一道红色警报，指向3月前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人工智慧驱动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他警告说，2026年3月左右，全球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一场前所未有的 AI 网攻将席卷而来，骇客们利用先进的人工智慧工具，大举入侵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网络。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储户可能一夜之间无法存取自己的存款，股票市场的交易系统被迫中断，加密货币价格暴涨暴跌。帕克形容这会对全球资产安全造成冲击，就像一只不可预测的金融黑天鹅降临人间。尽管目前我们尚未亲历如此剧烈的金融网战，但现实中已有不少征兆。各国政府频频示警金融机构提高资安防护，许多企业也开始将 AI 应用于网络攻防。今年以来，加密货币市场波动明显，银行体系因利率和债务问题出现挤兑风险，市场情绪本就不稳。如果再掺进 AI 网攻这把火，极可能点燃新一轮金融恐慌。帕克建议人们应该提早为动荡做准备。他甚至预言传统的避险资产黄金和白银价格将持续飙升，成为乱世中的资金避风港。事实上，当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升高时，黄金价格上扬早有迹可循。难怪帕克强调经济战场的重要性。2026年的中美主战场不仅在台海，更在经济和数位领域。科技战方面，晶片禁令和高科技封锁也将加剧。帕克预见美国会出台更严厉的半导体与尖端技术出口限制，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进程。令人意外的是，他提到连台湾也会被波及，或许意味着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可能要求台湾半导体厂，如台积电，对中国大陆进一步断供某些技术，甚至暂缓在大陆的投资。这无疑会对台湾企业带来冲击，但台湾夹在美中之间，难免受池鱼之殃。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坐以待毙。帕克提到，北京会以前所未有的军事高压和宣传攻势来反制。经济上，中国或许加速去美元化，囤积战略物资，或者对美日韩企业在华业务施加报复性限制。科技上，中国可能孤注一掷发展国产晶片、人工智慧、量子计算等领域，以期弯道超车，摆脱西方的技术前置。双方就如两名围棋高手，在看似平静的棋盘上进行着紧张激烈的博弈，每一步都关系着未来产业和经济霸权的归属。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经济科技战已经延伸到全球许多看不见的角落。帕克指出，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其实已成为中美俄角力的代理战场。例如，在非洲，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基建、开采矿产，美俄则各以军事顾问、私人雇佣兵、经济援助等方式扶植自己看好的阵营。从苏丹到刚果，从中亚到拉美，各方争夺影响力的较量此起彼伏。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影响深远，它们决定了未来关键资源、稀土、石油等的掌控，也决定了国际秩序中阵营的消长。总之，在热战阴影笼罩的同时，一场冷峻的经济与科技大战早已开打。帕克提醒我们，不能只盯着导弹和军舰，还要留意股市曲线的震荡、晶片断供的危机和网络攻防的暗流。因为未来世界的走向不仅由战场上的胜负决定，也取决于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谁能胜出。帕克的预言版图中，除了人为的战争与政治，他也提到了骇人听闻的自然异象，仿佛连大自然都将在2026年卷入人类的动荡，给出自己的警示。在帕克眺望未来的画面里，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8月的日本北部。他援引某些古老的预言典籍指出，日本将在8月遭遇重大环境异常。他描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日本北部的天空中漂浮着巨大而诡异的毒气云。这不是人造的化学武器，而很可能来自海底火山活动。帕克暗示，
日本附近海域的某座海底火山可能剧烈喷发，从海底涌出大量有害气体，这些气体聚集在空中，形成一团团褐黄色的云雾，笼罩着北海道或本州北端的天空，宛如远古神话中降下的灾难。日本人对火山与地震并不陌生，但毒气云的说法着实骇人。如果真有海底火山大喷发，造成的恐怕不只是气体污染，还可能引发海啸、地壳震动等连锁效应。想象一下，盛夏8月，日本本州东北部突然天空发黄，空气中弥漫刺鼻的气味，鸟兽惊乱，人们纷纷戴上防毒面具避难，同时地震预警大作，沿海居民紧急撤离高地，这样的场景仿佛世界末日电影。然而，日本正是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历史上类似的天灾并非全无先例。例如富士山曾多次喷发，明治时代发生过有毒火山气体喷出导致村民伤亡的事件。帕克显然认为2026年可能有大自然的巨变降临此地，给人类又一记警钟。更巧合的是，帕克提到占星师朱蒂 T 帕特里也在预测中指级国际领导人面临安全风险，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家族成员和印度总理莫迪。在2026年前后，天象星位显示出不安定的讯号，仿佛警告着世间领袖危险潜伏，可能有政坛巨人突然陨落。虽说占星和通灵属于不同领域，但不同神秘途径若得出相似结论，不免让人背脊发凉。难道真有某种命运交响乐在冥冥中奏响？在这动荡的年份里，连天灾与人祸都编织成网，考验着人类的承受力。自然灾变的部分提醒我们，全球走向不仅取决于政治和战争，人类也始终受到自然力量的左右。日本若遭遇灾难，牵动的不止一国。日本是全球经济科技重镇，一场大规模火山异变可能影响世界供应链、难民潮和国际援助行动。更不用说，在气候变迁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与地质灾害本就日益频繁。在2026这个多事之秋，我们或许还将见证更多难以预料的天灾降临不同角落，如超级台风、极端干旱、洪水等等。帕克特别点出的日本毒气云，只是诸多潜在自然挑战中的一个缩影，但它象征意义浓厚。大自然似乎在向人类发出警讯，在争权夺利的同时，别忘了天地无情的一面。在帕克描绘的动荡未来中，幸好并非全是灾难和崩解，他也看见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尤其是在科技与人类福祉方面。尽管预言内容多围绕战争、政变这类负面事件，帕克特别强调2026年将是医疗科技的重要突破之年。也就是说，即便世界动乱不安，科学进步的脚步不会停下来，反而可能因乱世催化而加速，为人类带来福音。帕克预测，人工智慧 AI 将在这一年大放异彩，用于医学研究的先进 AI 系统会加速破解癌症、糖尿病等困扰人类已久的疾病。想象一下， AI 透过分析海量的生物医学数据，发现新的治疗途径和药物靶点。本来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新药研发过程，被 AI 协助缩短到几个月。一种针对某类癌症的革命性疗法问世了，病人的存活率因此大幅提升，或者一款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新药被开发出来，让无数患者重获生活品质。这些听起来像奇迹般的进展，帕克相信将在2026年陆续成真。这些医疗突破不仅仅是科学上的里程碑，更是混乱时代中的精神慰藉。在战火与政局不稳的阴霾下，人们渴望看到正面的消息、生命的进展。医学上的胜利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亮光。它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纵有纷争，同时也有无数仁心仁术者在默默耕耘，为拯救生命而努力。乱世出英雄，这英雄有时不是战场上的将军，而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和医生。帕克的乐观预测还不止这些，他强调2026年的混乱仅仅是旧有体系崩解的过渡期，并非人类文明的终点。随着2030年的临近，他相信全球将涌现新的领导力量和思想浪潮，人类社会在经历阵痛后会走向一个更透明且重组的新秩序。这仿佛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希望的图景，跨过风暴之后，天空将出现一道彩虹。试着展望那可能的新时代，也许大国对抗的意识形态对立已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与共识。
也许科技高度发展带来了新能源革新，粮食问题缓解，让各国有余力改善环境和民生。也许经历巨变的人们汲取了教训，决定建立更公正透明的政治体制，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些虽然听起来理想化，但帕克的预言给人这样的启示：只有经历黑暗，我们才更珍惜光明；只有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才能浴火重生。在这愿景中，中国的前景尤其令人瞩目。帕克预言中国将脱胎换骨式的转型，过渡到一个融合孙文精神的新联邦体。或许中国不再是一党专政的金字塔，而是一个由各区域组成、奉行民主与联邦制的大家庭，人民福祉重新成为治理核心。这当然是相当理想化的远景，但100年前的革命先贤梦想不也正是如此吗？历史有时会兜转回环，也许中国真有机会在21世纪30年代实现前人未竟之志，走向一条全新道路。尽管实现希望之前势必要经历阵痛，我们仍可从帕克的正面预言中得到鼓舞。乱世并不等于末日，它也可能是新生的序章。希望之光永不会灭，只要有人类不放弃追求进步和善良。帕克的这一系列预言如同一卷波澜壮阔的未来编年史，将战争、革命、天灾、人性交织在一起，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轴无疑是中国与台湾关系将决定全球走向这一命题。试想，一个台湾问题牵动中美俄日4大强权的博弈，进而引爆世界秩序的重组。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东亚的一片海峡岛屿竟成了左右未来格局的关键棋子。历史的剧本有时就是这样出人意料。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即使帕克过去命中了许多事件，也无法保证他未来的每一句话都会一一成真。预言的价值也许不在完全精确实现，而在于给人们敲响警钟，提供一种审视现实的新角度。目前看来，他的某些预警已部分应验。伊朗领袖之死，中国对台湾和日本的军事挑衅，全球经济暗潮汹涌，凡此种种，正印证着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不太平。帕克让更多人意识到，台海问题不再只是地域性的两岸议题，而是攸关世界和平与各国利益的焦点。这也是各国为何日益关注台湾命运的原因，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与其说在猜测预言何时实现，不如着眼于预言背后的现实趋势。帕克看到了国际间紧张升级、专制与民主的对决、新科技与老问题的碰撞，这些其实都已在真实世界里发生。我们能做的是以更清醒的头脑去面对变局，支持和平理性的解决之道，防范极端冲动的决策，关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做好风险预案，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自由生活，却不沉溺于安逸，随时警惕极权阴影的逼近。未来并非完全命定，预言的剧本也许可以被改写。帕克预言中那条艰险曲折的道路，或许就是在告诫人们，如果我们不加以改变，世界可能趋向如此险境。但反过来说，只要人类汲取预言的教训，齐心协力避免最坏情境，未来也可能走向更光明的版本。我们不妨把帕克的预言当作一面镜子，照出当今的隐患和未来的抉择。展望未来几年，台湾海峡的波涛注定不平静，或许狂风巨浪在所难免，但我们期待的是看见惊涛骇浪之后的一片宁静海洋。帕克相信黎明终将到来，我们也有理由怀抱希望。历史的大戏已经开场，全球的走向正处在十字路口。未来中国与台湾关系将何去何从？会引爆灾难，还是催生转机？这不仅是帕克预言的核心命题，也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考验。我们唯有拭目以待，同时以智慧和勇气做出选择。最后，不管你是否相信预言，一定都能从中体会到危机感与使命感。当前的我们正身处可能载入史册的年代，愿我们汲取这些警示，在黑暗中守护心中那道光。毕竟，正如帕克所暗示的，最黑暗的夜才能映衬出最明亮的星光。让我们希望并努力着迎接一个在风暴洗礼后更加美好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近来热议的预言。这个预言结合了中国、一场瘟疫、撒旦的阴谋以及神秘的光明会。
听起来就像一部最疯狂的惊悚电影情节。然而，许多人相信，这可能就是我们当前现实的缩影，也是对未来的警示。这个预言来自美国的一位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他曾因据称准确预见某些重大事件而声名大噪，例如据称提前4个月梦见了川普遭遇刺杀的场景。当2024年7月，川普在宾州拉票时真的遇袭受伤，阴谋论者惊呼布兰登的梦境竟一语成谶。同时人们也注意到1995年的一副桌上卡牌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早已预言这一幕。卡牌上有个长相酷似川普的男子，中英文标语写着 Enough is enough， 而川普遇袭时正巧在集会上说出够了就是够了的话。这些巧合让人不寒而栗，也让布兰登·比格斯的后续预言备受关注。当前的时代背景也让这个预言格外引人深思。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浩劫，全球局势并未恢复平静，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经济动荡、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落，许多人感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就在此时，许多自媒体频道开始转述布兰登的意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过去的预言不仅包括川普遇袭，还曾在2025年前做出过其他惊人的警示。例如，他预告过新一波瘟疫与战争即将降临，全球经济将面临崩盘危机，甚至世界石油财富的版图都会转移。这些言论当时听来危言耸听，但随着疫情余波未了，俄乌战事和台海紧张等接连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布兰登的话。如今来到2026年初，布兰登再度发布令人震惊的意象预言。他这次的信息矛头直指当前世界种种乱象的背后，有着一场更黑暗、更宏大的阴谋。他谈到了中国，谈到了瘟疫，谈到了邪恶势力如何策划毁灭人类的计划，以及那传说中隐匿在幕后操控一切的光明会。更令人惊异的是，他呼吁人们立即行动，以信仰和祈祷来对抗这场阴影中的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深入预言的细节，抽丝剥茧，看清其中隐藏的真相与警示。布兰登在预言中首先提到的是一场瘟疫，他强调，这并非自然产生的疾病，而是有人刻意研制并准备释放的致命病毒。他甚至恳请所有听到预言的人立刻开始祈祷，求天降神火惩击那些正在策划生化灾难的黑手。在他的意象里，他仿佛看见某个秘密实验室内，科学家在邪恶势力驱使下培养新型病原体。当病毒即将被放出祸害众生的一刻，天火突然从天而降，将实验室付之一炬。这正是他希望透过集体祈祷而实现的神迹画面。听起来匪夷所思吗？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全球经历已经让我们见识到瘟疫的威力。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短短数月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所有国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自然，但也有许多声音怀疑它出自实验室事故，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否一场有预谋的生物战。毕竟，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在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巧合的令人不安。而更令人惊悚的是，就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底，国际上几个权势组织还举办过一场名为 Event 201的大流行病模拟演习，情境居然与随后发生的现实疫情极为相似。这一切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早有剧本？许多人开始相信，某些幕后黑手可能早已将瘟疫当作工具，用来打击敌国、控制人口，甚至重塑世界秩序。如果说新冠或许还是一次警告，那么布兰登预言中的下一场瘟疫将可能更加可怕。他暗示邪恶势力积极策划研发更高致死率、更强传染性的病毒，企图在人类尚未从上一波疫情恢复元气时再度痛下杀手。试想，一种结合伊波拉的致命和新冠的传染力的病毒，如果同时在多地爆发，人类社会将陷入何等绝境？城市可能封锁，经济停摆，医疗系统瘫痪，恐慌与混乱将胜过以往任何时刻。对那些阴谋家而言，瘟疫就是最隐蔽又有效的武器，不必发一枪一弹，就能让国家内部自乱阵脚，让民众在恐惧中服从管制。更可怕的是，在数位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集权者可以借由疫情实施更严密的监控，
从健康码到行动轨迹追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岂不正是某些势力梦寐以求的局面？布兰登对此发出了疾呼。他认为瘟疫背后绝非偶然，而是出自撒旦的阴谋。换言之，那些研制并散播病毒的人，表面上也许是科学家或军事专家，实际上则是在为更黑暗的主人服务。他们可能受利益驱使，或被权力挟持，但深层的动机来自对人性的蔑视和对邪恶力量的崇奉。历史上不乏疯狂科学家为独裁者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例子。从二战时期日本帝国的731部队在人体上培养病菌武器，到冷战期间某些国家秘密研发炭疽、天花病毒用于战争，都证明了人类自己就有能力酿造毁灭。然而布兰登警告，现在的危机更不同凡响，因为牵涉其中的黑手并非单一国家，而是一个跨国的秘密集团，其背后有着更邪恶的意志。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巧合。早在201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发表一份报告，虚构推演了一个名为锁步 Lockstep 的未来情境，描述一场全球流行病如何让各国加强管控，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几乎没人料到。10年后，这个情境在现实中部分成真。随后，世界经济论坛在疫情期间提出了所谓大重置 The Great Reset 的计划，倡议利用疫情契机重塑世界经济与社会秩序。阴谋论者认为，精英们正是借由瘟疫制造混乱，从而推行预定好的新秩序。此外，比尔·盖茨等科技富豪在公开场合谈论全球人口问题时，也引发巨大争议。他的一句“如果我们的疫苗做得好，可以让人口减少1%”，被人反复引用，视为精英计划用疫苗削减人口的佐证。尽管他原本的意思并非如此，还有更极端的说法，认为新冠疫苗中被偷偷植入奈米晶片，未来可透过 5G 网络远程操控接种者的思想行为。虽然缺乏科学证据支持，但这些传言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大众对幕后黑手的疑惧之深。试想，一场全球大瘟疫过后，如果真的出现某种全球性的电子植入身份验证制度，那和圣经启示录中兽的印记几乎别无二致。从这些迹象看来，瘟疫不只是天灾，更可能是人祸，是一盘精心布局的棋局。提到这跨国秘密集团，就不得不谈谈传说中的光明会。光明会 Illuminati 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阴谋论话题中。据说它由一小撮掌握巨大权势的精英组成，包括某些政坛巨擘、金融寡头、顶尖科技巨头，甚至隐秘的皇室血脉。他们在人前或许身居高位，衣冠楚楚，但在幕后可能同属一个黑暗兄弟会，信奉着远离大众视线的议程，目的是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秩序。这个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数个世纪前的欧洲。1776年巴伐利亚秘密社团的成立被视为光明会传说的起源。正史虽然对此只字未提，但民间一直盛传他们从未真正解散，而是藏身于现代各权力中心内，继续蛊惑操纵着世界走向。他们被指控渗透各国政府和经济体系，在幕后制定隐秘议程。例如，美国近年热议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概念，指的就是一群不受选举制约的幕后精英情报首脑、军工集团、大型财团共同操纵国家政策的影子势力，被视为光明会在美国的写照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德堡会议等精英集会，以及各种私人俱乐部，如美国的骷髅会、波西米亚俱乐部，也常被怀疑是光明会协调计划的场所。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许多重大历史转折，如法国大革命、2次世界大战甚至冷战格局的形成，背后都有国际秘密势力推波助澜的痕迹。例如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等金融家族在战争中谋取暴利，据说他们与各国政府高层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些跨国家族和财团被阴谋论视为光明会的中坚，其终极目标是在经历几场大动乱后建立一个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世界各国的符号和建筑中也被发现隐藏着光明会的印记。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国$1纸币背面的图案，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顶端有一只权势之眼，四周的拉丁标语写着光明照临 Annuit Captis，
和新世纪秩序 Novus Ordo Seclorum。许多人相信这正是光明会向全世界昭示其存在的符码。此外，在流行文化领域，不少国际巨星的音乐录影带和演唱会造型中频繁出现遮一只眼、三角形眼睛等图像，甚至会做出象征邪教的666手势。在电影和广告里也常见这些隐秘符号。阴谋论者解读，这是光明会控制娱乐产业，向大众潜移默化灌输信息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自鸣得意的炫耀。即便将真相摆在眼前，多数沉睡的人也察觉不了。布兰登的预言明确提及撒旦的阴谋，并将之与这些幕后精英挂钩。所谓撒旦的阴谋，可以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离经叛道、颠覆道德的计划之总和。在宗教视角里，撒旦一直试图挑战神的秩序，引诱人类堕落，而现实中的贪婪权贵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他的马前卒。这些阴影中的策划者为了权力和私欲，不惜践踏人伦，甚至进行献祭与邪恶仪式来换取黑暗力量的庇佑。有传闻指称，在某些上流社会的秘密聚会中，确实存在崇拜撒旦或进行怪异仪式的情节。他们相信这能带来超凡的力量和智慧，听上去仿佛恐怖小说。但想想中世纪巫术信仰曾深入宫廷，再想想20世纪一些极权领袖，如纳粹高层对神秘学和异教仪式的狂热，这种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布兰登暗示，当今某些掌权者已经与邪灵交易，用灵魂换取科技与权势。这正是为何近年科技突飞猛进，却伴随着道德沉沦，因为推动科技的人背后站着魔鬼的推手。若说这一切仍嫌过于虚无缥缈，那么让我们看看几件真实发生的怪事。前面提到的新冠疫情，有心人发现早在25年前就被一款卡牌游戏所预言。美国游戏设计师史蒂夫·杰克逊在1995年推出了桌上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其中多张卡牌场景与随后20多年间的真实事件惊人相似。例如，一张名为 Epidemic 疫情的卡牌画面上，人们戴着口罩与手套，旁边有消毒液、疫苗、成堆的尸袋，还印着 Quarantine 隔离等字样。这幅图景与2020年全球各国因新冠病毒实施封城隔离的场景如出一辙，连细节都吻合得令人毛骨悚然。再如另一张 Enough is enough 适可而止卡牌，卡面上一名金发男子怒吼着什么，背后隐约有枪口闪烁。许多人事后认出这男子与川普极为相像，似乎暗示他会遭遇枪击。而巧的是，川普遇袭当日，他在讲台上正好说出够了，适可而止。此外，卡牌中还包括恐怖袭击、核爆、人口控制、控制天气等等，每一张都对应着后来真实世界的一系列巨变。911事件、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某些地区离奇的天灾人祸，如此种种都在让人怀疑，这副卡牌真的只是娱乐，还是幕后策划者洋洋自得的提前剧透？更骇人的是，减少世界人口这一目标在阴谋论圈子里被反复提及。有传言称，光明会认为地球资源有限，理想人口数量应维持在5亿左右。2010年，美国佐治亚州出现过一座名为乔治亚指南石的神秘花岗岩碑，上面刻着用8种语言写成的10条指导原则，其中第1条便是将人类维持在5亿以下，与自然永续共存。这块石碑的出资人至今不明，被认为与某秘密团体有关。诡谲的是，2022年7月，这座巨石碑突然遭人炸毁，随后被当局完全拆除，留下无数揣测。有人认为这是光明会灭迹藏踪的举措，也有人视之为正义力量对邪恶象征的宣战。无论真相如何，5亿人口论所代表的冷酷算计，正印证了阴谋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成功建立起一个世界性集权政府，那会是怎样的光景？宗教预言中，这常被称为兽之国度，其首领就是启示录预言的敌基督 Antichrist。 阴谋论者相信，光明会一直在为迎接这位终极独裁者铺路。当民族国家一一陷入混乱并倒下时，他们将拥立出一个表面上是救世主，实则集权的新全球领袖。届时，每个人或许都被要求在身上植入晶片或烙印、受印，才能购物生存。这与启示录的预言惊人的一致。到了那一步，人类将彻底沦为黑暗势力的奴仆，
自由意志荡然无存。无论如何，光明会卡牌和诸多迹象所折射出的，正是阴谋论者对光明会的想象。世界走向动荡并非偶然，而是被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正如布兰登所提醒的，我们现在所见的战乱、瘟疫、经济危机，可能都只是那场终极阴谋的一部分。对光明会而言，混乱往往意味着机会。当各国因灾难元气大伤，民众陷于惊恐，他们便可以更容易地集权并推行统一的秩序。试想，如果连续不断的全球性危机让人们对现有政府彻底失望甚至绝望，一个超越国界的救世主势力崛起时，人们会不会抛弃主权观念而转向服从一个世界政府？那或许正是隐秘精英们的最终目标，推倒现有的一切社会结构，然后重建一个由他们掌控的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撒旦的影子无处不在，他鼓动着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助长那些权欲熏心者去充当毁灭旧世界的工具。布兰登预言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场景，一场由人类骄傲与高科技驱动的新巴别塔事件正在加速上演，而中国正处于这座通天巨塔的中心。在圣经记载中，远古的人类曾企图建造巴别塔直达天堂，结果触怒神明，导致语言被混乱，人类被迫四散。如今，在布兰登的意象里，中共政权所领导的中国仿佛扮演着当年巴别帝国的角色，以无神论和集权为驱动，用科技和野心堆砌起一座试图触碰天际的高塔。具体而言，这新巴别塔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当今中国正在追求的种种极端计划。首先是天气操控。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投入气象改造工程，甚至公开宣布要在2025年前实现对半个国土面积大小的区域进行人工降雨。从奥运开幕式前用火箭弹驱散云雨，到在干旱地区大规模实施人工增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在天气战争领域野心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阴谋论者怀疑，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乃至邻国遭遇的离奇灾难，可能就包含着人为干预的痕迹。如果真是如此，那试图扮演风雨之神的行为，不正是对自然法则的挑战吗？试想，一个政权若能呼风唤雨，他对人民的掌控将更趋无所不能。但同时，一旦天气武器被滥用或失控，大自然的反扑也将不堪设想。再看基因改造与超级人种。2018年，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从中国传出，一位科学家声称成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2名婴儿在胚胎时期就免除了艾滋病易感基因。这对双胞胎成为人类首批基因编辑宝宝。虽然国际舆论谴责此举违反伦理，但也凸显了中国在前沿生物技术上的大胆尝试。除了这起事件，西方情报界也多次警告，中国可能正尝试将基因改造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培育所谓超级战士。想象一下，透过基因筛选和改造，造就一批耐力更强、反应更快，甚至智力超群的士兵，这对任何政权都充满诱惑。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已有此类超人种诞生，但中共对生物科研的投入和对道德规范的漠视，令外界担忧未来某天会出现现实版的优生计划。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布兰登提到的那股基因傲慢，人类企图自行决定自身进化的方向，宛如在扮演创世主的角色。如果说远古巴别塔是用砖石堆砌而成，那现代的巴别塔则是由基因片段和晶片电路构筑。我们是否正看着一场新的禁忌试验正在上演？还有人工智能 AI 的集权应用。中国的监控技术和 AI 发展举世瞩目，从密布城市每个角落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到大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共打造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数位集权模型。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他们甚至提出让 AI 来辅助，甚至部分取代人类进行决策。试想未来某天，一个高级人工智能成为智慧领袖，他掌握所有人民的资料，能计算并预判每个人的行为，从而优化社会运转。这表面上听起来效率极高，但实质是将人类自由意志完全交托给冰冷的算法。如果说撒旦的影子藏在细节里，那 AI 集权就是它的另一副面孔，以理性和秩序之名，掏空人性的灵魂。布兰登所警告的 AI 领导，可以理解为人类把上帝的位置让给了人工智慧，这是一种亵渎与危机的结合。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地下铸造方舟，
许多迹象表明，中共高层一直在秘密建设大量地下设施，从深山核掩体、地下长城到领导人专用的地下避难所，被形容为给权贵准备的末日方舟。表面上看，这些工事是为了防范战争和灾难，但其规模之大、深度之深，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为某种预见中的世界末日做准备。这不禁让人想到布兰登预言中的场景，精英们自知玩火终将引爆灾祸，因此提前为自己预备退路，把普罗大众留在地面上承受苦难。如果说挪亚方舟是为了拯救一人，那这些地下方舟恐怕只是让罪魁祸首苟延残喘的避风港罢了。种种迹象串联起来，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浮现在眼前。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被集权者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在这里，自然规律被肆意改造，生命奥秘被大胆篡改，人工智慧被赋予至高权力，而统治者则躲在他们挖好的地窖里暗自窃笑。这不就是现代的巴别塔吗？当年的巴别人或许以为攀上高天即可比肩神明，如今的狂人们则妄想用科技和暴力支配整个人类乃至天地万物。然而，玩火者终将自焚，正如布兰登点出的那样，他们在玩火。现在这座塔已经高耸入云，奢望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但它的根基是否稳固？大自然与神明真的会坐视不理吗？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统治者自诩为神并践踏人道，往往就是他们覆亡的前夜。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已引来许多人的担忧，不少观察家也早就预言它难以长久。除了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危机，中国古老的预言也多次指向这个红色朝代的终结。譬如明朝刘伯温的《推背图》和清朝袁天罡的《烧饼歌》，据说都隐含对近现代中国巨变的暗示。有趣的是，中国民间还流传着赤马红羊节的说法，指每逢60年一循环的丙午年与丁未年，俗称红马、红羊年。中国往往会经历动荡巨变，最近的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掀起10年浩劫，而即将到来的2026年正好又是一个丙午年，2027年则是丁未年，这难道真是巧合吗？当前中国内外交困，天灾频仍，经济与民心都陷入低谷，仿佛一个巨人站在风雨飘摇的破塔上。实际上，当前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大型房企接连暴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年轻一代失业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际上，因着地缘野心和人权问题，中国遭遇愈发多的制裁与围堵，供应链也在外移，一连串天灾亦给中国重重一击。近年从河南特大暴雨到长江流域大干旱，再到各地反常的极端气候，无不加剧民生困苦。就在2022年底，民众甚至因不堪极端防疫风控而自发举起白纸上街抗议，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史称白纸运动。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厦正出现裂痕，或许用不着超自然干预，这座中国巴别塔也会在自身腐朽与人民的反抗下坍塌瓦解。布兰登的预言给出了画面，他看见那铁幕倒下了，曾经封闭严密的集权体制如同被撕裂的帐篷，里头肮脏丑陋的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当铁幕崩塌之时，一道曙光将照射进去，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才有重生的机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能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挣脱了无形的锁链，迎来信仰自由的新时代。当然，黑暗势力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一个政权倒下，阴谋家们或许会转移他处继续兴风作浪，但至少巴别塔倒塌的震撼将唤醒更多沉睡中的心灵。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光已经在闪耀。据传，布兰登还谈到，在台湾的天空将升起荣耀的旭日，一场伟大的复兴正在那里酝酿，神的恩典将复辟自由之岛，使之成为东方的新灯塔。当黑暗笼罩神州之时，另一束光却在海峡彼岸熊熊燃起，给人类留下希望的方向。从布兰登比格斯3月9日的这场预言旅程中，我们看到了瘟疫的阴影、全球阴谋的黑手，以及人类傲慢筑起的现代巴别塔。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末世巨变的前夜，邪恶势力在暗处布局，试图透过病毒、战争和
和科技牢笼来实现他们的野心。而另一方面，正义与觉醒的力量也在酝酿，准备刺破漫漫长夜的帷幕。这正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殊死较量，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历史洪流之中，无法置身事外。也许有人会对这些预言和阴谋论将信将疑，毕竟现代社会习惯用科学和理性去解释一切，神秘主义和预言听起来过于离奇。但回顾历史，每当巨变发生前夕，总有先知或智者发出警告，只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当洪水尚未来临时，挪亚的方舟看似荒唐；当疫情未爆发时，少有人在意桌游卡牌上的离奇图画。然而一旦预言成真，再去懊悔，为时晚矣。因此，我们不妨怀着开放的心态审视这些预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真相大白之前，保持警惕总比麻木大意要好。事实上，2000年前写就的《圣经启示录》中，早已描绘出与布兰登预言惊人相似的末世场景。那里提到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的四骑士将横扫世界，有一个受制政权会统治万国万民，强迫所有人烙上他的印记，还有烈火从天而降，惩治作恶之城，最终光明的新耶路撒冷降临人间。无论是否信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动荡变局与这些古老预言存在着某种呼应。也许人类正走在一条被预示的道路上，而我们正在亲眼见证预言正一一成真。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布兰登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祈祷与良知。他呼吁人们以祈祷寻求上天的介入，正如他自己梦境中所示，恳求神以公义之火来制止邪恶的阴谋。同时，我们也要守护内心的良知与道德底线，不被恐惧和谎言所征服。当足够多的人选择了真相而非谎言，勇气而非惧怕，黑暗的势力就难以得逞。毕竟，阴谋再精巧，也敌不过亿万觉醒的心灵。一支蜡烛虽弱，小小光亮即可驱散一世黑暗。万千凡人心中的正气凝聚起来，足以撼动庞然巨塔。或许未来几年内，我们就将见证预言中的种种场景。也许真有新的瘟疫突然降临，也许某个不可一世的政权轰然倒塌，也许那所谓的新世界秩序阴谋浮出水面。到那时，我们回想起今日所听，便会明白这一切并非毫无征兆。当危难降临时，希望大家记得布兰登预言中的这句话：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黑暗看似强大，但光明终将胜利。这光明也许来自神的垂怜，也许来自人们内心善念的火花。无论如何，它将是引领我们渡过劫难的灯塔。最后，无论您相信预言与否，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发人深省。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危机中往往蕴藏转机。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现在醒悟并采取行动，仍然为时不晚。让我们提高警觉，关注世界的变局，同时也守住自己内心的善与信念。也许正是每一个平凡人的善良选择，最终改写了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当末日的乌云散去，我们期待看到晨曦破晓，照亮新生的希望。那一天，人类将走出阴谋与灾难的阴影，在真相与自由的曙光下展开新的篇章。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的气场大师，以及他对中国政局做出的惊人预言。据说这位大师能够看穿人体周围无形的能量场，比医院的 X 光还要灵验。他年仅4岁时就曾断言生死，精准预言了一桩死亡事件，震惊了所有认识他的人。而如今70岁的他，首度公开透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断言习近平将在10个月内被推翻。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预知能力从何而来？中共的国运又是否真的如他所言走到尽头了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离奇而发人深省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气场。气场也有人称之为人体光环或能量场，指的是生命体周围散发出的能量。许多人或许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超自然领域和一些前沿科学中，气场一直是颇受关注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曾用克里安照相法拍摄到生物体周围的能量光环，而现代也有科学家研发所谓气场相机，
声称能捕捉人体七彩光晕。尽管主流医学对此尚无定论，但不少灵修者和敏感体质的人坚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场，而且这气场会随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情绪和命运起伏而改变。简单来说，气场就像是一个人内在状态的隐形投影。对于练气功或有天眼通的人而言，他们仿佛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透过气场的变化窥见常人难以察觉的真相。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一位能看见气场的奇人，她是一名女性预言家，许多人尊称她为世界顶级气场预言家。今年70岁高龄，她的能力究竟有多神？据传，她从儿时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在她4岁那年，家乡曾发生过一件令四邻哗然的事。有天，小女孩也就是这位大师幼年时，盯着邻居老爷爷看了许久，突然跑去告诉大人说，爷爷身上黑气缭绕，他快要死了。家人听罢大惊失色，赶紧斥责他不许乱讲话。毕竟一个4岁小孩口出此言，既不礼貌也让人心里发毛。然而令人脊背发凉的是，不到3天，那位邻居老爷爷真的去世了，死因是慢性病猝发。这件事让小女孩的家人开始意识到，她似乎真的能够预感一个人生命能量的消散。要知道，4岁的孩子不可能懂生老病死的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巧合蒙对。从此之后，家人对他的管教格外小心，也渐渐留意到他身上的异人特质。随着年龄增长，这位大师的气场感知能力变得愈发精准灵敏。他发现每当有人生病或情绪低落时，整个人体周围的光环颜色和亮度都会改变。健康快乐的人气场通常明亮且色彩温暖，而罹患重病或行将离世的人气场则往往暗淡甚至断裂。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拜访，外表看起来他红光满面，非常健康。但这位当时还是少年的预言家却皱起眉头说，你的气场里有团阴影集中在胸口。大人们起初不以为意，觉得孩子可能只是胡言乱语。然而那位亲戚受此提醒，回去后还是去了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正长着一个早期肿瘤，所幸及时手术切除了，才避免癌症进一步恶化。这件事传开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啧啧称奇。一个人的肉眼怎可能比 X 光片还厉害，提前看出身体里的病变呢？但事实胜于雄辩，他的确透过气场变化发现了医疗仪器尚未检出的隐患，因此他渐渐赢得透视眼的美誉。许多人开始主动找他帮忙看看气场，希望得知自己身体有无暗疾或者运势吉凶。这位大师也因此踏上了灵媒与预言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其实也有不少和他相似的通灵人，例如英国有位知名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据说也曾准确预测多起国际大事。美国有的灵能人士则能凭照片读出人物周遭的能量颜色。然而我们这位气场大师因自幼展露天赋，又精通东西方神秘学，被一些圈内人尊称为世界灵媒 TOP 5之一。他除了能读取健康讯息，对于重大未来事件亦有惊人的预知能力。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他就一反主流舆论，断言川普会当选总统，结果果然应验。此外，他还曾在疫情爆发前隐约感知到全球将有一场黑色阴影笼罩，事后被解读为新冠瘟疫。这些记录使得许多人对他的警示不可小觑。当然，怀疑论者依旧存在，认为种种预言可能只是碰巧。但就像这位大师本人幽默回答的，巧合若一直发生，那就不再是巧合。如此一位既低调又神秘的气场预言家，过去多年一直专注于为个人解读能量，传授身心灵课程，很少对政治话题发表意见。然而最近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他毅然决定打破沉默，把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复杂敏感的领域之一——中国政局。他首次公开声称自己透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消息一出，可以说在关注灵异预言圈的人当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习近平的气场究竟有何异样，让这位大师预言他撑不过未来10个月呢？根据这位气场大师的描述，习近平的气场如今呈现出一种极度不稳定、晦暗的状态。他形容道，以往他远远透过电视荧幕看中共高层时，习近平身周的能量场还算强劲，
毕竟身居高位者常带有一种权力光环，在气场上表现为偏金黄色的亮光，象征权威和掌控力。然而最近1年来，特别是今年两会前后，他观察到习的气场颜色发生了巨变，原本明亮的光芒暗淡下来，金色光环中渗入了大量灰黑色。更惊人的是，他看到习近平头顶原本凝聚的能量正在四散，就好像一顶皇冠出现了裂缝，里面的光辉正一缕缕地漏掉。这种景象在他看来是极为不祥的预兆，意味着这个人的气数正在走向衰竭。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一个王朝的龙脉出了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气数将尽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朝代或统治者的运势快走到终点时，天象和人事上都会出现种种异象。历史上每当朝代末年，常有天灾人祸、怪事频发，被视为天意，在警示世人。这位大师虽然是从气场能量的角度感知，但结论却和古人惊人的相似。他认为习近平个人的能量场已经彻底乱了套，甚至牵动整个中华大地的气场陷入动荡。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我看到他身后那条红色的巨龙正在迅速褪色崩解。这番话耐人寻味。红色巨龙一般被解读为中共政权背后的象征性力量。如果巨龙崩解，是否意味着中共失去其精神支柱和所谓天命呢？大师解释，他所说的红龙并非真有一条龙，而是一种灵界的能量象征。多年来，中共政权仰赖一股极强的负能量支撑着，那负能量仿佛吸食人民的恐惧与血汗而壮大，形成它独特的气场。但现在，他惊讶地看到那股红色的邪恶能量正在瓦解，中共的整体气场出现了难以修复的破绽。如果仅仅是气场暗淡，也许还只能说明习本人状态不佳。然而这位预言家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时间点，我看到他的气场烧得很厉害，但烧的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最多再维持10个月。换言之，他预测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气场将彻底崩溃，对应到现实层面，就极可能体现为他丢失权位，甚至出现生命健康方面的重大变故。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场全失，不是身败名裂，就是身体垮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个论断无疑相当惊悚，距离现在10个月，也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间，中共政权会突然生变，习近平会被推翻下台。要知道，尽管近年来中国内部经济下滑，官场斗争加剧，但习近平在20大上刚刚成功连任，中共表面上依然铁板一块。这样一个集权统治者，真的会在短短不到1年的将来被赶下台吗？听起来匪夷所思，许多人一时无法相信。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广一点，就会发现各种不寻常的征兆其实正在累积。气场大师强调，他并非凭空下此结论，而是观察到最近中国高层和整个国家的气场都在急剧变化，宛如暴风雨前的乱流。他提到一件具体的异象，今年夏天，北京出现了一场100年罕见的暴雨，倾盆大雨导致紫禁城罕有的出现积水汪洋。要知道，号称95之尊龙脉所在的紫禁城，过去几百年都很少淹水，民间甚至有天子脚下风调雨顺的说法。然而那场狂风暴雨硬是把紫禁城淹了个透，雨水泼进太和殿，导致宫墙渗水，院落积水成河。这位大师解读道，这场暴雨仿佛在象征天意对洪朝的不满，掀开了皇权的面纱。紫禁城600年不水淹，如今大水漫过龙庭，难道不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一种警示吗？巧的是，就在暴雨发生的同时，习近平气场中的黄色光芒也在那段时间开始剧烈闪烁不定。大师打比方说，那感觉就像老天在朝他当头泼了一盆水，浇熄了他气场中残存的光。听上去有些玄妙，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最忌讳的就是这类天象异常。秦始皇末年陨石坠地，刻字预言亡秦；明朝崇祯年间日月无光，大旱蝗灾，莫不与政权更迭巧合相应。习近平自比明太祖朱元璋，喜欢搞个人崇拜，那么老天爷是否要用一场水淹紫禁城来点醒他呢？除了天灾，今年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玩味的苗头。举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中国每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会议两会期间，网络上忽然爆红一句戏谑的话，多亏了你爹。事情源于一段会议视频，
某代表发言时说漏嘴，提到一句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本想说多亏了党的领导，却因口误变成多亏了你爹。此话一出，全场愕然。虽然事后官方极力封锁影片，但民间早已疯传开来。多亏了你爹很快变成讽刺时局的流行语，字面上像是感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嘲笑现任最高领导不过是托付因上位，自己能力配不上地位。这句戏言戳破了权力者的皇帝新衣，透露出民间积压的巨大不满和嘲讽。气场大师特别提到这个网络梗，认为这反映在集体潜意识上，就是全国人民对习气场的投票。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对领袖失去敬畏，公开调侃时，领袖的能量场便失去了群众的支撑。气以众人念力而聚，亦可因众人离心而散。中共营造了10年的个人崇拜，如今居然自动滑稽反转，这股舆论暗潮让他更加笃定习的气场将撑不住多久。现在我们不妨将时间线拉长，看看未来10个月内可能发生什么。10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大约就是到今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左右。在这段期间，如果这位预言家的感应正确，中南海高层将出现重大变局，那么习近平可能以何种方式下台呢？气场大师并没有直接指明细节，但他暗示，我看到他不是自然退场，更像是被迫离局。被迫离局意味着内部政变或权斗失势，有可能是党内反对派酝酿已久，趁经济民生困境引发民怨之际发难，把他赶下台；也可能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亲信突然反水，来个宫廷政变，甚至不排除他身体出大问题，被借机架空权力的剧本。大师特别提及习近平气场中有一丝隐隐的红色杀气，让他直觉联想到军方，因为在他观察很多政要时，当气场里混入大量血色时，往往意味着有武力介入、兵戎相见的危险。这是否预示着解放军内部有人将采取行动？联想到不久前中共防长李尚福、火箭军高层接连神秘消失，被外界猜测是政变未遂或高层清洗，种种迹象难免令人联想。大师的预言虽非军事情报，但能量层面的感应和现实政治蛛丝马迹竟惊人契合。如果习真的被推翻，背后最大的力量莫过于掌兵权者，而他近年大力清洗军队高层，提拔自己人，却仍然惶惶不安。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己也隐约感受到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吧。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万一习近平垮台了，中共政权会怎样？中国将迎来什么局面？气场大师在预言习下台的同时，对中共整体的未来也给出了一些惊人的见解。他表示，他看到的不只是习艺人的气场，而是整个中共体制仿佛被一层黑雾笼罩。那层黑雾曾经厚重无比，把14亿人困在其中。然而现在黑雾正在迅速的消散、变薄，露出了其中破败不堪的景象。这番描述让人想到中国民间常说的邪不胜正，天灭中共。在他眼中，中共的国运，也就是这个政权的生命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一台运转70多年的老机器，零件生锈脱落，动力系统崩溃，终于快要彻底熄火。他甚至用了一个词，寿终正寝。一个政权的终结或许对应着某种新生的开始，但在这终结时刻，难免会有巨大悲剧和震荡。大师强调，他在中共气场中看到许多惊恐的面孔和动乱的场景，人们奔走呼喊，红旗倒下，大地震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经历一段混乱动荡？他没有明说更多，只提醒说，黑暗过后有黎明，但必先穿越黑暗。这句话透露的信息令人既紧张又期待。事实上，不只是这位气场大师，近来世界各地多位灵异预言者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中国，预感到这个古老文明将迎来巨变。前面提到的英国灵媒帕克先生就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见中国地图上空烟雾弥漫，预示那里将出现巨大动荡和政权变更助此。帕克的预言曾在国际媒体上引发讨论。另外，泰国有位著名的女预言家被尊称为普莱神婆，今年也惊人的预言说，2026年将有4个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其中之一就包括中国。他提醒世人在2026年最好避开某些地区，因伪降有严重的灾难和战乱发生。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形式的灾祸，
但许多人联想到可能与政局动荡或军事冲突有关。而在华人圈，一些传统命理师和风水师也释放出类似的警讯。今年台湾有位紫微斗数大师周应君就在节目上断言，2026年是生死大关口，他以4字概括台湾未来国运，同时暗示两岸局势将有重大转折。在节目新闻哇哇哇上发表的见解已在网络疯传。当然，预言毕竟不是现实，但这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先知们口径罕见的趋于一致，不能不让人心中发毛。或许还有巧合，从中国传统的生肖和历法看，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亚民间被视为不吉之年，尤其是女孩若生于火马年，被认为命带克星。当然这是一种迷信说法，但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确每逢丙午年，世界或中国都出现过大事件。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整个社会坠入10年浩劫的黑暗中。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清朝风雨飘摇，各地革命风潮暗涌。虽然清廷撑到了1911年才灭亡，但1906年前后已是帝国末日的前奏。而再往前推60年，1846年前后，正值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下屈辱条约不久，天下义愤民怨沸腾，也可算是清朝国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每隔60年一循环，火马一到，巨变频仍。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丙午年，会不会又将见证历史重演的戏码呢？气场大师的10月预言，时间上恰好落在2026年中之前，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传统上的说法。古人云：天意昭昭，周而复始，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当然，作为听众的我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预言，难免半信半疑。这位气场大师真的能看到未来吗？还是说这一切仅仅是巧合与主观判断？在科学理性时代，我们应当保持适度的怀疑。但回顾历史，大到王朝兴亡，小到个人臣服，往往在事发之前都出现过一些异象和敏感人士的预见，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当下不愿相信，事后再来感叹早有预兆。举例而言，前苏联解体前夕，就有苏联气象专家公开预测过红色帝国即将分崩，结果数年后成真。二战期间，也曾有据说通灵的人预言希特勒末日将近，他们声称看到元首身后的黑影挥刀，不久盟军反攻胜利，纳粹覆亡。这些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时代都真实存在过。或许人类的确有某种未解之谜的能力，可以透过看似无形的气捕捉到命运的走向。中国传统的易经讲物极必反，阴极阳生，当一股力量强盛到极点，往往会转向自己的反面。习近平和中共过去10年看似如日中天，其实内部早埋下无数危机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量变引发质变，再稳固的权力高塔也会土崩瓦解。那么如果预言真的成真，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垮台，中华大地将迎来怎样的新篇章？这恐怕是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气场大师没有给出具体细节，但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黎明之前最黑暗。他说他在中国的气场上已经依稀看见一丝未来的晨光，那是一种久违的祥和颜色，带着希望和重生。然而在那曙光到来之前，黑夜似乎还将加深。在黑夜中，人们可能会经历恐惧和阵痛，但这是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倒台，中国难免经历一段阵痛期，也许是政权更替的混乱，也许是社会重组的震荡。然而他相信，中华文化5000年自有其韧性和底蕴，只要中国人民内心不灭善念，那抹曙光终将引领大家走出黑夜。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同时也要有心理准备。一旦预言应验，我们将见证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对于统治了中国大陆70多年的红色政权来说，10个月或许转瞬即逝，但也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也许某一天，新闻头条会突然宣布北京政权更迭的消息，全世界为之震撼。也可能在更隐秘的权斗中，习近平被迫交权，由另一股势力接掌中共。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暗流涌动，
我们无从确知具体剧本，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未来正在加速向我们奔来。最后，不论您是否相信这位气场大师的预言，他提出的警讯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当今的中国到底是不是走到了需要转折的关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难道真与玄妙莫测的气场相关联？或者说，气场崩解其实正是一种隐喻，隐喻着民心的离散，国运的衰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会在某个节点突然转向，或许2026年就是这样的节点。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正如那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中共政权的确如大师所言，戕害太多，生机耗尽，那么命运之手自会在适当时刻将它翻页，而新的篇章将由14亿中国人民共同书写。希望到那时，迎接中国的将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黎明前的黑暗虽然令人胆颤，但只要心存希望，光明总会到来。我们也期待着，当预言成为现实的那一刻，能看到苦难之后的曙光，照亮古老的东方大地。为什么有一位灵媒会为整个人类未来哭泣了一周？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未来场景，让这位获奖灵媒泪流不止？这背后牵涉到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预言：未来将出现一次对人类的大筛选，无数灵魂可能将错失即将来临的黄金时代。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预言的来源、内容，以及现实中出现的蛛丝马迹。首先，介绍一下这位灵媒，他名叫朱莉·普尔，是英国一位备受尊敬的灵媒兼催眠治疗师。朱莉自幼就展现出特别的灵异天赋，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她童年时期的一次濒死经历。还是孩童的朱莉不幸卷入了一场可怕的事故，在医学上被宣告心跳呼吸全无，整整死亡了3天。就在灵魂脱离身体的那段时间里，朱莉的意识进入了一种异常祥和的境界。她来到了一个仿佛天堂般的地方，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散发圣洁光芒的神秘生命体。那存在温柔地对年幼的朱莉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会一直支持你，随时可以和我联系，没有任何恐惧，只有安详与慰藉。”随后，那光体把她送回人世，但临别前透露：“你的时间还没到。”这次奇异的经历开启了朱莉通往灵性世界的大门。从此，他的生活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守护，也为他日后成为灵媒打下基础。尽管得到天使般的安慰，回到尘世的朱莉依然要面对现实人生的重重苦难。她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了种种痛苦与折磨，甚至包括被他人虐待。这些经历让她一度对生活感到绝望。在21岁那年，饱受创伤的朱莉选择服药自尽，试图结束生命。然而，他的灵魂再度离开了身体，展开了第2次濒死之旅。这回，他的灵魂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宛如真正的天堂。在那里，朱莉游历了3天之久，期间遇见了许多天使与守护灵的存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脱，仿佛回到了真正的家。但当朱莉告诉那些天使自己想要留在那里时，天使们却微笑着摇头，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她：“不，你现在还不能留下，你的使命还未完成。”接着，天使们向朱莉揭示了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惊人秘密：为什么她这一生遭受那么多磨难与痛楚？原来，朱莉的灵魂在来到世间之前，就自愿选择将3世的痛苦浓缩在今生承受。换言之，她要在短短一生中学习和经历其他灵魂可能要3次转世才会遇到的苦难。天使坦言，这将是极其艰难的课题，甚至连他们当初都警告过他，这种挑战对人类而言近乎难以承受。然而，年轻的朱莉毅然选择了这条艰辛之路，为的是灵魂的成长与任务的完成。但21岁的她终究被苦难压垮，一度试图结束生命。天使们告诉朱莉，现在还不是你的死期，你注定可以活到67岁。虽然前半生充满痛楚，但在往后的岁月里，你将找到极大的安详，而且能帮助许多人。这番话深深印在朱莉的心中，天使等于是在说，请她带着这份使命回到人间，完成灵魂的课题。就这样，朱莉第2次从生死边缘被拉回阳世，苏醒之后，
他对人生有了全新的领悟。原来自己历经苦难，正是为了将来能够疗愈他人，引领更多迷途的灵魂。他逐渐走出阴影，开始潜心研习灵性疗法，成为一名专业的催眠治疗师和灵媒顾问。尽管命运给了他沉重的考验，但也赋予了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同理心。或许正因为走过地狱般的痛楚，朱莉比谁都更珍惜生命，怜悯众生，也更渴望寻找人类苦难的解答。多年来，他以自己的灵性能力帮助了无数陷入困境的人。然而，他心中一直隐隐觉得自己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尚未完成，那就是向世人传达一个重大讯息。终于，这个使命在近期浮出了水面。在2024年，朱莉参与了一个名为《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 NDE） 的节目，分享了自己的濒死体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讲述个人经历之外，朱莉还抛出了一个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预言。她透露了一个天使告诉她的重要讯息：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一个真实可能到来的未来时期。而且，天使们还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从2012年至2032年，这20年间是黄金时代的开启阶段，人类集体将逐渐觉醒。而真正的黄金时代将在2032年之后正式来临。各位可能对黄金时代这个词感到好奇，到底怎样的时代才能被称为黄金时代？根据朱莉的描述，那将是一个文明升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人类社会中长久以来的错误、虚假和腐败都将消失殆尽。我们过去100多年里，人对人所犯下的残忍暴行都将被揭露和清算，简直像是末日审判来临时的大揭秘。天使形容那将是人类算账的日子，所有被隐藏的丑闻黑暗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不公不义将得到清理。听起来，这仿佛是圣经、宗教预言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但朱莉强调，黄金时代并非世界末日的毁灭，反而是痛苦过后的重生，是一个光明的新纪元。然而，光明之前往往是黑暗最深的时刻。天使也让朱莉看到了通往黄金时代前人类必须经历的一段巨变期，这正是让她痛哭流涕的未来景象。在黄金时代降临之前，这个世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筛选。所谓大筛选，可以理解为对整体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与淘汰，就像考试前夕的筛选或汰弱留强。在这场过程中，无数的灵魂可能无法通过考验，最终错失进入黄金时代的机会。换言之，并非每个现在活着的人都能成功跨越这段动荡。看到黄金时代的黎明，朱莉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惨烈的未来图景。许多人在动荡中倒下、消失，仿佛整个人类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有太多的灵魂最终没能迎来新纪元的光辉，而是被困在黑暗或被淘汰出局。正是这幅场景让他难过不已。据说，朱莉在这次遇见未来之后，悲伤的足足哭泣了1个星期，为人类的命运而心碎。大家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或变故，要让这位见多识广的灵媒崩溃至此？朱莉并没有描绘所有细节，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未来10年那段大动荡时期的轮廓。她提到，2012年之后，人类开始陆续觉醒，这其实与许多人的亲身感受不谋而合。回想一下，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世界确实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节奏，科技爆炸性发展，社会思潮迅速更迭，许多人开始对精神层面产生兴趣，冥想、灵性觉醒这类话题变得大众化。同时，随着网际网络和智慧手机的普及，各种深藏的真相和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可以说，这10多年来，人类集体意识正在慢慢苏醒。虽然过程充满阵痛，朱莉的天使朋友们告诉她，现在我们感受到的种种混乱与撕裂，其实只是序幕而已。真正的大戏，或者说大搅动，即将登场。根据朱莉的预言，从现在起直到2032年这几年，将是人类经历大搅动、大清洗的阶段。在这段期间，世界可能会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来自印度的顶尖灵媒尼基杜塔最近也提出了几乎相同的时间表。尼基同样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灵性人士，他天生具有通灵和遥视能力，
甚至曾受邀协助警方调查悬案。尼基公开警告说，有关2026年至2032年的各种预言，现在听到的有80%都是错的。这句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许多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预测其实并不准确，人们不需要恐慌于那些玄乎的预言。然而，这并不代表未来风平浪静，相反，真正的真相也许更颠覆我们的想象。尼基透露，在2032年左右，一个崭新的纪元将会开启，但在此之前，世界必须经历一场大扫除。他强调，这不是世界末日的毁灭，而是一场旨在提升全人类意识的全球清洗，目的是为了至高的良善。尼基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提升总要伴随剧烈的震动，我们已经无法再停留在旧有的三维世界版本里了，听懂了吗？所谓三维版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当前这种以物质和自我为中心的文明状态。如果人类要向更高意识演化，就势必要经历震撼和动荡，把不适应更高频率的人事物通通淘汰掉。尼基与朱莉的观点如出一辙，未来几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期，我们现有的制度、价值乃至环境都将被剧烈的摇晃，一切虚假的、腐败的、落后的东西，要么被揭露清理，要么在震荡中自行瓦解。那么，这场大扫除或大筛选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展开呢？朱莉和尼基都没有明说具体事件，但我们可以推测几种可能性，而且正在发生的现实已经给出了一些线索。首先，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灾人祸。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见识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全球性的疫情、大规模的战争阴云、极端气候频传、经济秩序动荡。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病让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数百万人因此离世，经济与社会受到冲击。接着地缘政治紧张升级，战争与冲突的威胁从未消退。而在自然方面，剧烈的气候异常和灾害成为新常态，超强飓风、野火、洪水、干旱不断刷新纪录，地震和火山活动也有增加趋势。科学家警告说，如果人类不改变轨迹，地球正迈向第6次生物大灭绝，那意味着大量的生命将从地表抹去。想想看，这是否正吻合了大筛选的意象？大自然本身或许会成为筛选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继续破坏环境，执迷不悟，环境崩溃带来的灾变将毫不留情地淘汰掉许多不敬畏自然的灵魂。诚然，天灾无情，但或许这也是地球母亲的进化过程。在剧烈的气候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势必更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为黄金时代树立正确的生活之道。除了自然灾害，人祸与社会动荡恐怕也在所难免。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转型期内，现存的许多腐朽体制将走向崩解，例如政治领袖的更迭、集权政权的垮台、积重难返的经济体系出现崩盘等等。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一些国家和社会内部可能会经历剧烈的震荡和清算。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想象一下，如果那些隐藏多年的黑幕，比如政府的秘密计划、金融体系的黑手操作、大企业的丑闻、人权侵犯等等突然被曝光，人们的愤怒将如何宣泄？近年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苗头，例如跨国的丑闻调查、资料泄露事件此起彼落，大众对既得利益者的信任不断下降。或许再过不久，一些惊天的秘密将彻底撼动整个社会秩序，一时之间，旧有的权威坍塌，人们茫然无依，社会陷入混乱，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在混乱中，难免会伴随暴力和冲突。当旧世界瓦解之际，一部分人也许会紧抓着过去的信念不放，他们拒绝改变，恐惧未来，于是可能以仇恨和攻击来面对改变。他们之中有些人将自取灭亡，无法跟上人类意识提升的脚步。相反的，也会有许多人在乱世中醒悟，选择团结互助，顺应新的浪潮。这就像大海啸来袭，有人徒劳地与浪潮对抗而被吞噬，有人则懂得趁势乘风破浪生存下来。大筛选之下，人性的善恶与智慧将受到终极考验。那些沉迷于自私、仇恨、贪婪的人，可能真的会被自己的业力反噬，失去继续前行的资格。而那些秉持爱与正直的人，将在艰难中脱颖而出，迎接新纪元。在预言中，
朱莉还特别提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外星智慧。她声称，其实外星人早已存在并且造访地球许久了，只是一直以来掌权者在极力掩盖这些事实。她预言，随着科技发达，人人手握摄影设备，加上网络资讯传播迅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不明飞行物和外星生命的目击证据被公诸于世。那些曾被视为阴谋论的 UFO 事件将获得实锤，甚至政府可能不得不公开承认他们隐瞒多年的外星接触真相。更令人震撼的是，朱莉提到，如果人类企图做出真正失控且自我毁灭的举动，比如发动全球核战争，外星高级文明会现身介入，制止我们毁灭地球。也就是说，人类并不孤单，一直有更高智慧在暗中关注。我们就像叛逆期的孩子，而外星文明宛如隐藏的长者，必要时会出手相救，避免我们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其实，关于外星力量干预核武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几十年里，不少退役军官声称在核武基地见过 UFO 干扰导弹系统的现象。他们描述，有不明飞行物一度让核导弹启动倒计时，又将其神秘关闭，防止了一场核灾难。这些故事未被主流证实，但如果属实，正好印证了朱莉的说法，在关键时刻，或许真有高级文明守护着地球，不让我们走上毁灭。当黄金时代到来时，人类很可能正式与这些来自星辰的朋友接触，从此迈入星际文明的行列。想象一下，那将是何等壮丽的图景！没有战争威胁，人类内部和谐共处，并且与外星邻居成为朋友，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然而，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必须先挺过眼前的暴风骤雨。大筛选的过程注定充满苦难与泪水。朱莉之所以痛哭，一方面是因为她预见了人类将承受巨大的集体创伤，无数生命将在变局中逝去，这种场景对她而言极其震撼和悲痛。另一方面，她也为那些灵性上无法跟上变革步伐的人感到深深惋惜。在她看来，每一个灵魂原本都有机会迎来新时代的洗礼，可惜有些人执迷于旧有的思维与执念，最终将与黄金时代擦肩而过。这有点像老师看着一群学生，本来大家都有考上好学校的潜力，但偏偏许多人不愿努力提升自己，结果被淘汰在最后的录取名单之外。朱莉作为一个充满爱心和使命感的灵媒，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怎能不心如刀割？试想，那3天的濒死旅程中，他在天堂维度里目睹未来之事时，是怀着何等复杂的心情。天使让他看到了希望的金光，也让他看到了暴风雨般的动荡和惨烈。希望与悲剧交织，辉煌与泪水并存，这正是人类未来20年缩影。这位灵媒一边为未来美好的黄金时代感到振奋，另一边却为许多同胞可能无法熬过这场筛选而悲从中来。他的泪水是绝望吗？并不全然，更多的是悲悯与忧虑。他忧心那些无法提升意识的人将何去何从，悲悯那些还陷在仇恨和无名中的灵魂将错失多么珍贵的机遇。那么，这场不可避免的未来巨变，我们该何去何从？预言固然惊人，但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人，而在于给人警醒与指引。朱莉和妮基这些灵媒之所以将讯息公诸于世，就是希望我们提前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身心频率，以迎接未来的大考。所谓身心频率，听起来悬，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所处的能量状态。如果一个人整天充满负面情绪，沉迷仇恨、嫉妒、贪欲，那他的能量频率就很低，与黄金时代的高频能量格格不入。在大筛选的震动中，低频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入恐慌、疾病乃至暴力，最后被乱流吞没。相反，如果一个人努力提升自我，心怀善意与真诚，追求真理与灵性觉醒，那他的频率就是越来越高。高频的人面对巨变时会相对冷静，有直觉引导他们避开灾难，并且能团结互助，与周围的人共度难关。可以说，提升意识，保持高频正向的心，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能为未来做的最好准备。回顾历史，每当人类面临大灾难或大转折时期，都会出现各种先知预言来警示世人。上世纪有著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
他的诗句中隐约提到20世纪末与新千年的劫难与新生。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万家也预告过人类将迎来光明未来，但要先经历考验。而更早以前，玛雅文明的历法将2012年标记为一个周期的结束，许多人误以为那是世界末日。事实证明末日没有到来，但如今想来，玛雅历法的终点或许象征旧时代的结束和转型期的开始，恰好与朱莉预言的2012年至2032年觉醒之窗相吻合。古今中外这些预言之所以惊人的相似，难道只是巧合吗？还是说人类的潜意识早已隐约知晓这场大考正在接近，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表达出了类似的预警？再看看东方的智慧传统，在印度教的宇宙观里，时间被分为4个轮回的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是充满斗争与黑暗的卡利时代 Kali Yuga， 之后将重回第一个黄金纪元 Satya Yuga， 完成轮回。许多灵性导师相信，如今我们正处于卡利时代的尾声，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黄金纪元，这与朱莉等人的讯息何其相似。此外，西方占星学也指出，我们正从双鱼座时代过渡到宝瓶座时代。宝瓶座时代强调人文关怀、知识启蒙、团体合作，听起来像不像朱莉口中的黄金时代？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你相信与否，人类文明正站在一次伟大的转折点前。当然，预言毕竟还只是预言，或许有人心存怀疑，真的会有什么黄金时代吗？要知道，过去也曾有不少世界末日预言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这次会不会也一样？尼基杜塔就特别强调，外界流传的许多预言其实未必会逐一成真，因为未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会因人类的选择而改变。自由意志的存在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集体的走向。如果足够多人类选择走向光明、扬升意识，那未来也许不需要以最剧烈残酷的方式来完成净化，一些极端可怕的事件也许可以被减缓，甚至避免。简单说，预言的揭露不是让我们坐以待毙，而是提醒我们去改变。大扫除在所难免，但我们可以决定扫除的力度和伤亡程度。设想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况，更多人开始觉醒与团结，愿意改革弊政，保护地球，彼此善待。那么大筛选的时候，或许人心不至于那么恐慌对立，清洗掉的主要是旧的制度框架，而不是数十亿的鲜活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时代的到来将更平和顺畅，失去的灵魂数量也许不至于无数那么惊人。我们完全可以把预言当成一面镜子，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什么执念与阴暗面需要清理？我们是否愿意抛下仇恨与贪婪，转而拥抱爱与真理？毕竟谁也不想成为那被淘汰的无数灵魂之一吧。谈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朱莉当初看到的画面。这位灵媒所哭泣的一周，既是为人类即将承受的苦难流泪，也是为人类最后的荣光而感动。他的故事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黎明前的夜晚最黑暗，但曙光终将到来。未来10年，人类可能会经历我们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阵痛。这期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将面对内心的抉择，是在混乱中迷失，还是在觉醒中重生？是在仇恨中沉沦，还是在爱中升华？或许多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现在正是关键的分水岭，而这场大筛选就像是宇宙给人类的一次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将晋级更高的存在状态，迎接文明的升级，未合格者则不得不留级重修，甚至被迫离场。朱莉的预言虽让人脊背发凉，但其中蕴含的希望之火同样炽热耀眼。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多么诱人的远景啊！经历漫长黑暗的人类，终于将迎来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没有虚假欺瞒，因为真相早已大白；没有压迫剥削，因为爱与正义将成为新秩序的基石；没有环境破坏，因为人类学会与地球共生；战争成为过去式，各民族势如手足；疾病与饥饿大幅减少，因为科技和灵性智慧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每个古老信仰中对未来美好时代的共同期盼。如今透过灵媒之口，再次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预言会实现吗？我们真的会在2032年后跨入黄金时代吗？
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由我们当下的选择所塑造。我们可以选择无视灵性的呼唤，继续在物欲和纷争中沉迷，那最终的结局也许如预言中悲观的一面，无数灵魂被历史的巨轮碾过，留下惨痛的教训。也可以选择从现在开始提升自己，关心他人，改善社会，为地球的疗愈出一份力。那么黄金时代就不再只是幻想，而会成为我们亲手创造的明天。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的子孙回顾这段历史转折，他们会庆幸先人们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朱利普尔流下的眼泪，既是对人类的怜爱，也是对未来的寄望。让我们铭记这份预言的警示与祝福。黑暗逼近之时，也是黎明将现之刻。愿我们都能通过这场大筛选的考验，携手走进那个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掌握着一把钥匙，那就是爱与觉醒的力量。现在是时候用这把钥匙去开启人类的新篇章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